日本当年在钓鱼岛作妖，结果就是钓鱼岛现在实时监控。日本这些年为什么不提了，也不敢提了？因为钓鱼岛他们已经没有必要提了，提了也没用了，就是不要作妖。但是为什么要提高调门呢？提高调门的原因是因为马上要谈判，先拉高调门试一下。所以卢比奥相当于一个火力侦察兵。有人说他这个小丑会不会影响实际的运作呢？那会不会影响大政方针走向？我的看法是不会。还是那句话，西方政治不严肃，这句话你也可以记住，是一个原则啊。西方政治不严肃，严肃政治非西方，从来是很草率的草台班子。2024年过去一年呢，我对于这个认知呢更加深刻，就是政治必须严肃，就这两个字应该是神圣的，而不应该是草率的。西方的这种自由化的洗脑呢，很大的一个危害呢，就是把政治变成一个非常草率的东西，变成一种儿戏，变成一种可调侃的东西。其实政治是不可调侃的，因为它能关乎到黎民百姓生存生计、就业、交通方方面面，所以它本身关联的东西看上去是举重若轻的。很多词啊，你听完以后没有意思，但实际上是深刻能改变大家的生活的。那我们可能说宣战两个字轻轻的说出来，但是结果就是上百万人死亡，这是有可能的。西方的整个的政治生态都是草率的。正是因为中国它现在是一个看似在政治逻辑运作上无法理解的一个堡垒，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透过你所谓的这种意识形态输出带给中国任何的影响。看过《三体》的其实高端的政客呀，都堪比面壁者，不禁让我想起了100年之前清朝对日本的状态。大清第一不知道日本的年经济收入是多少，不知道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多少，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整个的主要的收入财源在哪儿，不知道它的债权国在哪儿，根本就不知道日本的军费有多少，也不知道日本的军事准备到底有多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卷入了甲午战争。所有的官员都不清楚面对的是谁，糊里糊涂的打了这一仗。现在的美国很有这个意思，完全都不清楚他在干嘛，完全都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那有人说，那文官为什么不懂呢？因为文官要操弄政治的前提是要表演，要赢得选举，而表演和赢得选举的前提是什么？是政治娱乐化，是政治低俗化，不是严肃化。你面对选民，你说的话越是高深，选民越听不懂，越不会投你；说的话越弱智，越带有情绪，越激动，越冲动，越容易选出来。举个例子，如果咱们也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我上台将会对日本投下200颗核弹，瞬间我就会当选；我将会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收回远东地区；我将会出兵外蒙古；我将会和哈萨克斯坦和5个斯坦国进行讨论，收回中国过去的领土；我将在2年之内恢复中华秋海棠，谁与争锋？但很明显，政治不是这玩意儿，不是嘴炮就能做的。马上和印度尼西亚商讨重新建立旧港宣慰司，对印度进行最后通牒，马上交出不丹的宗主权，非常快。我将会粉丝破1000万，但是事儿怎么办和你怎么讲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一码是归一码，你的嘴是你的嘴，做事儿是要一步一步来的，跨度太大扯到蛋，所以政治是严肃的。文官要表演上台，武官真的要死。为什么？文官在上面表演，好比说我刚才举例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太可怕了，死的人是谁啊？实实在在的人命啊！战争这么严肃的话题，关乎于万千生命，甚至说战时经济的转型，很多老百姓原来的工作失去了，到军工厂里去工作，那时候就没有什么996了，那时候只有007，那时候只有黑灯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火炮弹药，可能家都没得回。所以美国的军人很清楚他打不过，这个知道自己打不过的人是马克米利。民主党是怎么对待马克米利的？其实也是把马克米利边缘化。为什么要边缘化？因为要搞 DEI， 要搞多元化，所以民主党让大量的不懂战争的 LGBTQ 进入了五角大楼，成为了军事将领。他们呀也不用负责打仗，他们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他们连前线都没去过，他们连枪都没拿过。所以五角大楼现在很多人也觉得中国并不是不可战胜，随便打。居然有人能提出来说，把 F22改吧改吧，还能够完全的吊打中国的6代机。美国这个样子就特别像大清。甲午战争打之前，大清所有的情报信息显示，大清随便打日本，而且他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员他不看报纸，他也不看说西方媒体，当时的西方媒体他们也看。大清的很多的总督啊，他们是在订阅西方媒体的。你像是什么张之洞啊、李鸿章啊、高官呐，那都是了解西方媒体的，他们有幕僚去看西方媒体，然后去总结。那为什么呢？陷入了舆论战的信息茧房当中。当时的西方媒体鼓吹说大清随便打日本，忽悠绝了，看西方报纸都看傻了。清朝的玩舆论战玩傻了。大清说优势在我，只有谁知道打不过呀？李鸿章知道打不过。李鸿章其实知道怎么打才能打过，别人认为随便打就能打赢。李鸿章叫弃战保船的政策之前是什么？是死守港口。死守港口其实是静态战争嘛，就是海军当中的咱们讲叫战线作战嘛。战线作战其实就是把日本的快船的那个快速给消灭掉嘛。就是日本人你虽然机动性强，但是我就坐在这儿跟你打静态战争，跟你打堑壕战，你打不过我的。为什么？因为我炮大口径大，我只要一旦命中你，你就完蛋了。结果呢，跟人打上运动战了，输了。所以美国人现在也是这样，美国人负责 LGBTQ 的这部分人呢，他觉得
本肯定能打赢啊。对中国那不是随便吗？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自己对中国的舆论战、认知作战、出口转内销自己信了，然后中国呢不反击，中国也不说自己能打赢，中国就默默做事嘛，非常像日本。日本当年买枪购炮的，大清都不知道，喵悄的就攒出了一个舰队，喵悄攒出来舰队还能把大清打赢，形式上是表象的。现在它的整个的宣传口径就是中国的6代机不是6代机，这是非常好的，一定要这么宣传。